你这家伙明明只是4品真仙，怎敢如此狂妄？你真以为我伤不到你？若不是答应了韩愈，只废你修为而不杀你，我也不可能留手。你也早就死在了我的面前。宇文化龙被楚风的话给气得咬牙切齿，那双凶神恶煞的眼睛都变得通红，就好像冒火一样。原来是韩愈指示你来的，这个家伙还真是够恨我的。那行，这件事我知道了，日后我会找他算账。不过现在我还是要先废了你。楚风这话可不是开玩笑，他是真的准备废了宇文化龙。毕竟宇文化龙和夏雨儿不同，夏雨儿那个丫头背后是星陨圣地，而星陨圣地的大人物目前是楚风不能得罪的。更何况先前夏雨儿对楚风动杀意，也是因为楚风不小心看到了她的身体。那种女人向来自负的很，怎么能容忍他人看到她的身子？所以她对楚风动了杀意，楚风也能理解。可是这宇文化龙则不同，先不说楚风已经彻底得罪了他背后的势力宇文成，并且从一开始他就看楚风不顺眼，就算不发生后面一系列的事情，他也不见得就会放过楚风。更何况这宇文化龙先前说出了那般凶狠的话，哪怕帮楚风说话的人他都不放过，楚风又怎么能放过他？所以楚风是真的决定让这宇文化龙落得和宇文庭一相同的下场，也废了他的修为。楚风，你简直是太过狂妄！既然如此，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宇文化龙的手段。但是楚风，我宇文化龙的手段可不是那么好见识的，你需要拿命做代价。所以我决定不只是废了你的修为，而要让你死无全尸。话罢，宇文化龙的身上便散发出了道道火焰，那火焰为红色，非常的炙热，哪怕距离如此之远，楚风也能够感到阵阵热浪不断的袭来。但是那又绝对不是寻常的火焰，那是仙法。仙法吗？来吧，让我见识一下你的仙法具有怎样的威力。楚风表现得很是平静，楚风如今对仙法也是有着一定了解的人了，所以早就没有了最初对战楚仙硕的时候那般惊讶。满足了你，这就让你感受一下我这一段仙法烈焰斩的威力。猛然间，宇文化龙的手中双臂猛然下落，其身上的火焰便跟随着他的动作在其身上爆发而出。那火焰一经脱离身体，便立刻爆发开来，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竟然高达数百米。可是很快的，那火焰竟然又开始缩小，最终在100米的高度停了下来。只不过此刻已经不是四处喷发的火焰，而是化作了一道红光璀璨的火焰光刃。这火焰刀刃威风凛凛，以燃烧天地之威势向楚风挥砍而来。不过楚风早有准备，在这所谓的仙法还未发动之际，楚风已经施展出了远古战斧，并且此刻楚风与和夏雨儿对抗之一样，将远古战斧和远古战剑合二为一，同时护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是以手为主，一声巨响传来，宇文化龙的仙法已是轰在了楚风的远古战剑之上。刹那间，无数道火舌向四面八方喷发数千米，将周围的树木都给燃烧开来。宇文化龙的这道仙法烈焰斩已是施展完毕，然而楚风却是毫发未损。显然宇文化龙的这道仙法也是未能突破楚风的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你就只有这点手段吗？若是只有如此，那我太失望了。宇文庭一废物也就算了，竟然连你也如此废物，看来宇文成真的是后继无人了。楚风讽刺地说道。他这话也并非只是讽刺，因为之前楚风曾与夏雨儿交过手，而夏雨儿和宇文化龙在和楚风交手之时又全都使用了仙法，因此也就有了对比。夏雨儿连续使用了3种仙法，一个比一个强横，而对比之下，楚风发现宇文化龙所施展的仙法连夏雨儿所施展的第一个仙法都是不如，由此便可以判断，若是抛开修为不谈，只论天赋的话，宇文化龙和夏雨儿的天赋也是有着一定差距的。你个混账，给我把罪！老子的手段还没完呢！宇文化龙说话之间，他的身上便再度散发出了红色的火焰，只不过这一次那红色的火焰比先前要磅礴得多，并且在宇文化龙的身上之际便开始变化，他变成了一只猛兽。这个家伙竟然也掌握着2种仙法。楚风单单从气息上的变化就看得出来，宇文化龙此刻所施展的仙法与先前的仙法乃是不同的。只不过楚风依然有恃无恐，因为哪怕宇文化龙所施展的这第2个仙法威力上也是不如夏雨儿所施展的第1个仙法，而楚风连夏雨儿的第2个仙法都能抵挡，自然也可以抵挡宇文化龙的仙法。可就在楚风做好抵挡的准备之际，宇文化龙竟然一大口鲜血喷洒而出，而这一刻，那原本围绕着他的周身正在化作猛兽的火焰也是立刻消退。紧接着，宇文化龙双腿发软，他左摇右晃之后难以站稳，努力了一番之后，最终还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紧接着又连续2口鲜血自口中喷出，洒满了衣衫。下一刻，他就如同虚脱了一般，彻底的躺在了地上，刚好栽倒在了自己所吐的鲜血之上。一眼望去，还真是有些狼狈，但是却又有些可笑。自从宇文化龙和楚风交手之后，楚风根本都没有反击，就只是防守而已。可是宇文化龙在一番攻击之后，竟然硬生生把自己弄到了这种地步。幸亏没人看到这一切，否则的话定会遭人耻笑。毕竟好说歹说，宇文化龙的身上也背负着大千上界天才的名号。而看到这样的宇文化龙，楚风则是不由感慨，这仙法的反噬还真是厉害。宇文化龙他只不过想连续施展2个仙法而已，竟然就被反噬折磨的这么惨。正因如此，楚风也是不由得去想，为何夏雨儿连续施展3道那般强横的仙法却又安然无恙呢？混账，我一定要宰了你！宇文化龙努力的想要爬起来，尽管他很虚弱，可是对楚风的杀意可却没有减少，看来他很不甘心，还想继续对楚风出手。为了快点痊愈，宇文化龙取出了一大把疗伤丹药，同时塞到了口中。虽说疗伤药的确有着缓解伤势之法，可是同时吃这么多，虽然见效快一点，但同样也是会有反噬的。看来这
这宇文化龙真是急了。不过在这一大把疗伤药丢入口中之后，宇文化龙的伤势也的确是缓和了不少，至少他可以站起身子了。楚风，你可最好受死的准备了。宇文化龙站起身后，双手再度握住了2把半成仙冰。你继续啊，我等着你施展全力呢。楚风不以为然地说道。好，我宇文化龙满足了你。宇文化龙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这句话。下一刻，宇文化龙身形一转，竟然向那光柱飞掠而去。这个宇文化龙竟然要逃！原来在施展第2次仙法失败后，他根本就没打算继续再和楚风战斗，而从那个开始就打算逃离此处。而至于他所说的要杀了楚风，根本就是误导楚风的。然而只见那远古战剑微微一颤，一股威压便横扫而出，将那马上就要触碰到光柱的宇文化龙直接轰出到数百米之外。你这是做什么？这样做的话，我多伤心啊！说好的要废我修为呢，你怎么还要跑？楚风此刻一边说话，一边手握着神龙血尺向宇文化龙走去。楚风，你要做什么？你若敢对我不利，宇文城绝对不会放过你，我的韩愈兄弟也不会放过你。眼见着楚风靠近，宇文化龙吓得瑟瑟发抖。他已经见到了宇文廷义的下场，他可不希望自己也落得同样的下场。毕竟他这样自负的天才，最为看重的其实就是自己的修为。你是没脑子吗？事到如今，竟然还用宇文城和韩愈来威胁我。楚风笑着摇了摇头，他是真的笑了，因为他觉得宇文化龙的这番话非常多可笑，并且此刻楚风已经走到了宇文化龙的身前，并且举起了神龙血尺，对准了宇文化龙的丹田。楚风，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放过我吧，你放过我这一次，我一定洗心革面，从今以后我就算为你做牛做马我都愿意。眼见着楚风就要废了他的修为，宇文化龙不仅话锋调转，竟然还哭得泪流满面，就如同他真的知错了一般。看到这样的宇文化龙，楚风又笑了笑说道，你口口声声说你知错了，可为何我还是能够从你的目光中看到如此浓烈的杀意和想要报复我的想法？话到此处，楚风还释放出了自己那龙纹级结界之力。看到楚风的龙纹级结界之力，宇文化龙顿时面如死灰。他不仅是意识到楚风的界灵师境界成功在藏灵池内得到了突破，他更是意识到楚风的观察力越发的强横，所以应该是真的看到了他埋藏在内心深处对楚风的恨。他今日怕是难逃此劫。而就在此时，楚风手中的神龙血尺猛然落下，只听突的一声，血花四溅之际，楚风的神龙血尺不仅刺入了宇文化龙的身体，更是震碎了宇文化龙的丹田。大山之下，众人依旧聚集在那里，他们似是在等待着人，也似是在等待着一场好戏。毕竟他们都知道，宇文化龙为了对付楚风，连分身传送符那种宝贝都动用了。他们也都想知道宇文化龙能否成功抓到楚风，楚风的修为又能否保住。忽然之间，其中一道光柱闪烁开来，这一刻，所有人都立刻将目光投了过去。就这样，在众人的瞩目之下，楚风从光柱之中走了出来。只不过此刻的楚风不仅安然无恙，并且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意。楚风大哥，你没事，真是太好了，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看到楚风，理想三人最先扑了过去，他们3个是最担心楚风的3个，毕竟楚风是因为理想才废了宇文廷义的修为，所以他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和他们有关。若是楚风真的因此而被宇文化龙废掉修为，他们将万分的愧疚，怕是这一辈子他都过意不去。混账！就在此刻，韩愈则是大喝一声，随后指着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你们还敢说你们和楚风不是一伙的？你们胆敢这样明目张胆的帮着他，莫非还想狡辩不成？”韩愈小友，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我远古蛇族何时帮助楚风小友了？远古蛇族的长老很是不悦地说道：“宇文化龙手持我赠予的分身传送符，足以把守所有出口。只要你们不帮助楚风，不另行为他开启出口的话，他不可能安然的出来。”韩愈大声说道：“远古蛇族，你们竟然这样包庇楚风，我宇文城与你势不两立。”这一刻，宇文城的长老们也是勃然大怒，纷纷斥责起宇文城。而其实，眼下不仅是宇文城的长老和韩愈这么认为，在场的许多人也都这么认为。他们都觉得是远古蛇族帮助了楚风，否则楚风不应该逃脱宇文化龙的追杀才对。你们说宇文化龙，我遇到了呀！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平静的开口了。听得此话，所有人，包括韩愈和宇文城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目露复杂之色。楚风大哥，你遇到宇文化龙了？在哪遇到的？听得此话，理想三人顿时大惊。而其实理想三人的这个问题，也是在场的每个人想知道的。楚风遇到了宇文化龙，又怎么会安然无恙的站在这里？就在其中一个出口遇见的。楚风说道：“那宇文化龙呢？他现在在哪里？”理想三人同时问道：“他呀。”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从腰间拿下了一个布袋。他不就在这里？话罢，楚风将布袋丢出，那布袋便立刻变大。下一刻，一道身影也是从那布袋之中跌落而下。看到这个身影，在场的许多人都是目光大变，哪怕是如星陨八仙这种级别的顶尖高手，也是目光一动，眼中多多少少露出了吃惊之色。因为那落地的那道身影，不仅血肉模糊，更是修为全无。而此人，不就正是那喊着要废掉楚风的宇文化龙？只是为何此刻楚风完好无损，反而是宇文化龙搞得如此之惨？化龙见到这样的宇文化龙，宇文城之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扑上去，开始为宇文化龙疗伤。而此刻，旁观者则是早就炸开了锅，各方势力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宇文化龙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废掉楚风的修为，可现在这是什么情况？他的修为怎么被他人所废？是何人所为？此刻人们还不能确定就是楚风所为，毕竟他们都觉得楚风没有这个实力。化龙，是何人废了你的修为？在为宇文化龙疗伤之际，宇文城的人说道：“是楚风，
是楚风这个畜生，他卑鄙无耻，狡诈至极，他竟然隐藏了修为，暗算于我。他的真实修为根本就不是2品真仙，更不是3品真仙，他的真实修为是4品真仙。宇文化龙此刻很是虚弱，可是当指责楚风的罪过之际，他的声音却是铿锵有力，仿佛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道惊雷自他口中炸响。看到这样的他，人们能够感受到他对楚风的恨意是多么的汹涌，竟然真的是楚风所为。听得宇文化龙这一番话，人们的脸色顿时又有所变化，随后便开始仔细打量楚风。而眼下，因为楚风并没有刻意隐藏修为，所以人们都能够感受到楚风此刻的修为的确是4品真仙。这楚风到底隐藏了多少？当确定楚风的修为之后，人们越发的觉得楚风来头不小，毕竟楚风隐藏的实在太深了。但同时，他们也觉得很是讽刺，毕竟宇文化龙可是口口声声说着要为宇文庭宜报仇，结果却让自己也栽在了楚风手中，并且为了找到楚风，还使用了那般珍贵的分身传送符。他这哪里是要废掉楚风修为，这简直就是急着受死，急着毁掉自己的前程啊！楚风，你胆大包天，竟敢连废我宇文城2位天才，此仇我要让你拿命来偿！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下一刻，几道身影同时自宇文化龙的身旁掠起，是宇文城的几位长老，他们同时对楚风出手，以极快的速度向楚风攻了过去。这几位长老的修为可是不弱，皆是天仙境的强者。面对这种强者，楚风哪怕明明感受到了对方的杀意，可是却也没有逃脱的机会。眼下，楚风只感觉像是阎王爷看中了自己，眼下的他已是在劫难逃。然而，几乎就在宇文城的那几位长老动身之际，却有足足10道身影，也是拔空而起，最终稳稳的落在了楚风的身前。当那10道身影出现之后，楚风所感受到的杀意以及死亡的气息便立刻烟消云散。不仅如此，那10位的身上还同时散发出了威压，那威压虽然没有横扫而出，可却如同无形的墙壁一般，横在了他们的身前。宇文城的那几位长老撞在那威压之上，就如同撞在了铜墙铁壁一般，一个个被撞得龇牙咧嘴，头昏眼花，一瘸一拐地向后退去。而此刻，当楚风看清挡在自己身前的这10位之后，楚风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他知道眼下他是安全了，这10人全部都是天仙境的高手，并且总体实力可是要远在宇文城那几位长老之上。而这10位分别是圣丹山庄的长老以及仙冰山庄的长老。你们这是做什么？哎呦！宇文城的长老正在愤怒地质问，可他这一张嘴却又是惨叫一声。原来先前那一撞威力也是不小，他的大牙竟然被硬生生地撞掉了2颗。你们全都让开，这件事与你们无关。在此之后，宇文城的其他几位长老也是纷纷开口，可是他们只敢开口，却又不敢再贸然地出手。其实此刻的他们也是有些束手无策，所以才如此的不甘与不爽。别看同为天仙境，可是圣丹山庄和仙冰山庄的那些长老实力却在他们之上。这足足10位强横的长老站在楚风身前，那简直就是一道他们无法越过的铜墙铁壁。他们就别说杀楚风了，根本连伤楚风的机会都没有。与你们为敌，你们家少城主废了我圣丹山庄弟子的修为，我们都还没有找你们算账，你们竟然还敢对我圣丹山庄的恩人出手！你们是当我们圣丹山庄在场的都是死人不成？圣丹山庄的马长春长老声音如雷，威压阵阵。这马长春长老可是圣丹山庄几位长老中实力最为强横的一位，而他的实力几乎远远高出了宇文城在场的这几位。再加上此刻也是动了怒意，当其开口之际，不仅声音刺耳，更是风起云涌，天地变色，就如同老天爷都动怒了一般。而在其说话之际，其身上的威压也是随着他的话语横扫而出，那威压强横无比，更是将宇文城的几位长老震得连连倒退，一个个连滚带爬，狼狈至极。你们这是铁了心要与我宇文城过不去了？宇文城的长老问道。与你们为敌又如何？难道我仙冰山庄还怕你宇文城不成？而此刻仙冰山庄的长老则是以一种讽刺的语气对宇文城说道：你们此刻宇文城的人简直都要气炸了，可是他们却又无能为力，毕竟对方可是仙冰山庄和圣丹山庄，莫说他们联手，就算随便单拿出来一个，实力也是要在他们宇文城之上。所以眼下的他们实在是憋屈。楚风，他们能保你一时，却不能保你一世，我宇文城一定誓不罢休，咱们走着瞧。宇文城长老无奈之下只得对楚风恶狠狠地说出这句狠话，随后便回到宇文庭一和宇文化龙的身旁。此刻他们的脸上布满心疼以及不安。宇文化龙和宇文庭一一样，修为彻底被废除了，这可是他宇文城未来的接班人。可是今日他们2人的修为竟然都被废了，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起，自然也会害怕。楚风，你隐藏的够深的。就在此刻，韩愈将那不善的目光投向了楚风，说道：既然你隐藏的如此之深，不知你可敢与我韩愈一战？什么？韩愈竟然要和楚风一战？韩愈此话一出，顿时又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因为人们对韩愈太了解了，正因为对他太了解，人们才觉得他这是在摆明了欺负楚风。韩愈虽然和宇文化龙一样都是6品真仙，可是宇文化龙绝对不能和韩愈相提并论。韩愈能够在妖孽榜上拿到名次，那是因为他真的具备妖孽级别的实力。韩愈乃是天赐神体，并且他的天赐神体被开发到了极致，若是使用天赐神力，便可如同楚风的神级雷纹一般，直接提升1重修为。简单的说，韩愈绝对不能当做6品真仙来看，而是应该当做7品真仙来看待。因为凭借他那强大的天赋，哪怕对战7品真仙，他也基本上是少有敌手的。楚风就算能够战胜宇文化龙，可却绝对无法战胜韩愈。对于韩愈的挑衅，楚风没有立刻回答。楚风对韩愈并不了解，也不清楚韩愈的实力，只是隐约间觉得
韩愈一定不像宇文化龙那么好对付，否则他不会如此自信地挑战楚风。哟，这里还真是热闹啊，居然都聚在这里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清灵的声音忽然响起，人们顺声观望，才注意到一位容颜出众的小美女站在一道光柱之前。这位正是楚氏天族的小姐楚灵溪。不仅楚灵溪在，夏雨儿也在。这两个小美女竟然同时从大山内走了出来。圣女大人，听说您进入藏灵池了，那您的戒灵之术可有突破？见到夏雨儿，星陨圣地的弟子便赶忙围了过去，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先前被夏雨儿抛下的弟子们。然而他们根本就不提夏雨儿抛下他们不管的事，就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不仅如此，他们反而都在为夏雨儿高兴。多谢诸位师兄师姐和前辈们的关心，此次收获颇丰，我与楚灵溪大人还有楚风公子全都成功的从蛇纹级突破到了龙纹级仙袍戒灵师的境界。夏雨儿嫣然一笑，以一种无比亲和的语气对众人说道：竟然全部突破了。而夏雨儿此话一出，在场之人则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一口气出现了3位龙纹级仙袍戒灵师，这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毕竟抛开修武天赋不谈，只论楚风3人的年纪，那就足以震惊整个大千上界。他们3个应该是目前大千上界最年轻的3位龙纹级仙袍戒灵师了。不过在众人惊讶于此事之际，楚风却也很惊讶。但是楚风惊讶的是，先前的夏雨儿还咬牙切齿的要杀自己，可是当面对众人时，竟然再度恢复到了先前对楚风的态度，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这丫头的伪装能力还真是不同凡响。然而听闻楚风3人突破之后，此刻韩愈的脸色则是更加的难看。本来龙纹级仙袍戒灵师是他一个证明天赋的标志，毕竟像他这么年轻就成为龙纹级仙袍戒灵师的实在是太少了。但是当楚风也成为龙纹级仙袍戒灵师之后，他就将被楚风所碾压。毕竟楚风的年纪比他要小很多，所以此刻他对楚风的憎恨不由得又增添了几分。指着楚风便大声喝道：楚风，我再问你，可否敢与我韩愈一战？韩愈，你要不要脸？你修为比楚风高出足足2品，竟然问他敢不敢与你一战？你怎么不问他愿不愿意被你打死呢？还不待楚风开口，李想便说话了。自从被宇文庭一废除修为后，他的胆子反而变得更大了，尤其是对待韩愈他们很不客气。这楚风不是天才吗？既修炼了神罚玄功，又掌握着逆天秘籍，手段很是不一般，连着把我的2个兄弟的修为都废了，这叫一个狂妄。怎么等到我这里的时候反而就不敢了？韩愈并未理会理想，而是讽刺地看向了楚风，眼中尽是挑衅与嘲讽的目光。楚风掌握着神罚玄功不假，可你那天赐神体不也可以提升1品修为吗？你们2个目前的实力相差悬殊，楚风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你就算挑战楚风，也至少要等楚风实力与你一样才公平吧？李想再度说道。而楚风很清楚，李想说这些就是在提醒楚风，韩愈是有着过人手段的，暗示楚风不要与韩愈交手。有怎样的手段，那是我韩愈自己的本事；有怎样的修为，也是我韩愈自己修炼来的。韩愈轻哼一声，尽显高傲，随后看向楚风道：楚风，我在问你话呢，你到底敢不敢应战？韩愈小友，老夫也想与你切磋一番，你敢是不敢？此刻圣丹山庄的马长春对韩愈说道。听得此话，韩愈脸色微微变化，他自然是不敢与马长春切磋，那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他并未就此罢休，就如同没听到马长春的话一般，而是继续对楚风逼问道：我在与你说话呢，懦夫连回答的勇气都没有了吗？我是懦夫。楚风笑了笑，随后说道：我楚风若是懦夫，就不会废掉宇文庭一和宇文化龙的修为了。只是你身为6品真仙，妖孽榜第10位的人，竟然口口声声问一个4品真仙的人敢不敢与你一战，你是当我傻，还是你自己蠢？这么说来，你是不敢了？韩愈问道。并非不敢，无需相同修为，只要你修为比我强上1品，我楚风都敢与你一战。这样吧，你自行压制1品修为，以5品真仙的修为与我切磋，可敢否？楚风问道。我为什么要压制修为？我这自己苦苦修炼来的修为，我为什么要压制？韩愈反问道。听得此话，楚风却是微微一笑，随后说道：这么说来，你是不敢了。话罢，楚风又叹息一声，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敢压制修为，我觉得其实你也没有底气，所以你也害怕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败给我。而现在来看，我是猜对了，什么妖孽榜第10的天才，原来你只不过是一个胆小鬼罢了。你这懦夫，自己不敢与我切磋，反而说我胆小。此刻韩愈的嗓音变得越加响亮，看来他是被楚风的羞辱给气到了。我说了，你只要把修为压制到5品真仙，我楚风都敢与你一战，可是你却不敢压制，试问咱们2个谁是懦夫？楚风冷笑着问道。你这家伙！此刻韩愈怒意更盛，说话间向楚风走去，竟然有着要强行出手的意思。韩愈小友，你不要无理取闹了，再这样下去，你在我辈心中的印象只会越来越差。仙冰山庄的一位长老说道。就是你这修为是自己修炼来的不假，可是你比楚风小友大了多少？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哪来的底气在这里侮辱他人？在此之后，仙冰山庄以及圣丹山庄的所有长老都开始斥责韩愈这种行为。至于旁人，虽然没有开口斥责，可却也暗暗点头。眼下所有人都觉得韩愈是在无理取闹，而面对众人的斥责，韩愈的脸色也是越发的难看，但是他却仍然在坚持着。其实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样的挑衅多半会拒绝，甚至会被人轻看，可是他没有办法，他实在是太气愤了，气不过宇文庭义和宇文化龙的修为，就这样白白的废在了楚风的手里。若是今日就这样罢休的话，他会被活生生气死，因为这口恶气他实在是咽不下去。楚风小友，若是韩愈的修为只比你高1品，你可愿意与他一战？
就在这时，一道浑厚的声音忽然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凭空而现。看到这位，在场的远古蛇族之人赶忙施以跪拜大礼，哪怕在场长辈们也是对其抱拳，客气的点头，因为这位乃是远古蛇族的族长，若是他的修为只比我高一品，晚辈愿意与他一战。楚风说道。好，这个忙我来帮你。远古蛇族族长说道。前辈，你要帮我？楚风有些诧异，他不知道对方怎么帮他，也想不到对方为何要帮他。他明明与远古蛇族并不熟悉，我可以用阵法帮你，让你在短暂时间内修为从4品真仙提升到5品真仙，并且可以维持半个时辰。在这阵法有效的半个时辰之内，你的力量就是真正的5品真仙，你所掌握的诸多手段也都可以使用。只是这布阵之际，你则要稍微承受一些痛楚，你可愿意？远古蛇族族长说道。前辈与我非亲非故，却愿意这样帮我，晚辈自然愿意。只是我若修为提升到5品真仙，不知道这韩愈还是否敢与我交手？楚风将目光投向了韩愈。哼，真有意思，我韩愈岂会怕你？韩愈冷然一笑，眼中所散发的目光竟是满满的不屑，就仿佛从始至终他都未将楚风放在眼中一般。你若是也无意见，那我可就布阵了。远古蛇族族长对韩愈说道。有意见又能如何？你远古蛇族本来就与这楚风关系不浅，这还用我多说吗？不过你若帮他，我也无所谓。刚好我也想让这楚风清楚，哪怕他是5品真仙，但也绝不可能胜过我韩愈。大千上界的妖孽榜可不是那么好进的，我韩愈能够跻身进入其中，凭借的是真材实料。韩愈说道。好，既然如此，那我楚风小友便请服下这颗丹药。远古蛇族族长将一颗丹药递给楚风，丹药入手，楚风便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发现这可不是寻常的丹药，而是一种阵法。楚风毕竟也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所以他也能够猜想出这丹药的作用。可以说，等下楚风能否成功的在短时间内把修为提升到5品真仙，主要看的还是这颗丹药内所蕴含的阵法。观察之后，楚风便嘴巴一张，直接将这颗丹药丢入口中，因为他觉得远古蛇族族长若是想要害他，他在大山之中已经死了，所以他应该是真心想要帮自己的。而当那丹药入口之后，顿时化作阵法，在楚风体内运转开来。楚风小友进入阵眼之中，而此刻那远古蛇族族长竟然已经布置出了一座阵法。楚风按其要求进入这阵法的阵眼之内，顿时感觉头晕眼花，浑身刺痛。与此同时，那体内的阵法开始疯狂地侵入楚风的肉身与灵魂之中。楚风并未慌张，而是赶忙盘坐下，任由其侵入体内。很快的一切便结束了，无论是外面的阵法还是楚风体内的阵法全都消失。可是此刻楚风的气息却依然从4品真仙提升到了5品真仙。多谢前辈。楚风起身向远古蛇族族长道谢。楚风小友，记住这阵法只能维持半个时辰，所以你可要抓紧了。远古蛇族族长说道。而远古蛇族族长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开始向后退去。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人也是向后退去，他们是为楚风和韩愈留下足够的对战空间，半个时辰。而此刻，韩愈则是冷笑一声，说道：半炷香的时间，我就让他趴在地上。此刻，韩愈所给人的感觉就是4个字：绝对自信，张狂至极。倘若每个人都自带一定的气场的话，那么此刻韩愈所散发的气场当真够强。不过，哪怕韩愈如此，楚风却也是面色不改。楚风虽没有韩愈表现的那般张狂，可是二者站在同一片空地之内，楚风却是丝毫不落下风。半个时辰的确会有人趴在地上，但是不是我楚风，还要看你韩愈的本事。楚风说话间，将神龙血齿握在了手中。与此同时，神级雷纹于额头浮现，而当那耀眼的神级雷纹出现在额头之际，楚风的气息也是从5品真仙提升到了6品真仙，这便是神级雷纹。好厉害！在场的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楚风的神级雷纹，一个个的都露出了惊叹之色。毕竟这可是天级血脉拥有者可以修炼的最高级别的功法，乃是传说中的存在。而神伐玄功不仅仅稀少程度是传说中的存在，其修炼难度也同样如此。尤其是此刻，楚风竟然引起了异象，那翻滚的雷云着实惊人，所以人们才会如此惊叹。可就在这时，猛然间一声在虚空之上炸响，在那被雷云遮蔽的虚空之上，竟然出现了一团飓风。那飓风面积巨大，以横扫一切之势掀开来，竟然与那雷云相互抗争，各占一方苍穹。而与此同时，人们也是注意到韩愈的周身竟然也是涌动着道道风力，并且就连他的眼睛也是变成了白色，眼眸之中狂风大作。此刻韩愈的气息竟然也已经提升，从6品真仙提升到了7品真仙。看到这样的韩愈，人们也是忍不住暗暗称赞。不管人品如何，但这韩愈的实力的确是毋庸置疑的。大千上界拥有天赐神力的人何其多，可是基本上在踏入真仙境后，天赐神力便被封印了，而能够重新获得天赐神力都可被命名为天赋卓绝之辈。但是哪怕那些天赋卓绝之辈在施展天赐神力后，能够韩愈这般修为直接提升1品的也是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亿万人中也是没有一个。因此这更是彰显出了韩愈的厉害，妖孽之名他绝对实至名归。楚风，你这神伐玄功的确厉害，不过我的天赐神力却也不是寻常的天赐神力，绝对不弱于你这神伐玄功，所以你若只是如此，还是无法与我抗衡。把你那逆天的秘籍施展出来吧，让我也见识一下你这最强的手段。韩愈对楚风说道。他可能是听到了旁人的称赞，所以他此刻极为得意，就仿佛胜券在握，大局已定。然而韩愈此话一出，人们也都是将目光再度投向了楚风，并且
在他们的眼中也都涌现出了浓浓的期待之色。倘若韩愈说那番话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有恃无恐的话，那么在场的这些人可就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见识一下楚风的逆天秘技了。就在这时，楚风意念一动，虚空之上顿时金芒闪烁，一把金灿灿的战斧以及一把金灿灿的战剑同时浮现而出，而这正是远古战斧以及远古战剑。好厉害的秘技！看到那横在虚空之上的巨斧与巨剑，莫说小辈人物，哪怕老一辈的强者也是双眼放光。先不说远古战剑那逆战一品的气息，单说这两把兵器，明明只是技法而已，可是他们所散发的气息却是这样的傲慢、狂妄与霸道，就仿佛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一般，藐视一切。此刻，人们越发期待楚风与韩愈的这场交锋，他们得以确定，这两位都是大千上界真正的妖孽，名不虚传的天骄。这一战谁胜谁负，还真是难定。然而，在众人惊叹于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那不同凡响的威势之际，韩愈却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这也便是你的杀招。”话罢，韩愈摇了摇头，随后说道：“若真是如此，那今日这一战你已经输了。”韩愈此话一出，顿时让人们感到惊讶，因为韩愈的自信是如此的真实，就仿佛他真的已经看穿一切，毕竟胜券在握了。你倒是很有自信。”楚风笑着说道：“看来你是不信。”韩愈也笑了，他笑的是如此的讽刺，就仿佛他吃定了楚风一般。这样吧，你先出手，用你的所有手段来攻击我。若是你能逼得我亮出半成仙兵，那这场比试就算我输。”韩愈说道。这韩愈怎会这般自信？他到底是轻敌，还是真的有着必胜的手段？而此刻，老一辈的强者还好，小一辈的人物们心中则是泛起了嘀咕。韩愈的实力毋庸置疑，但是楚风的实力，他们也是有所耳闻的。二者对战，乃是旗鼓相当。韩愈凭什么有着如此自信，就一定能够胜过楚风？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但是相比于旁人，楚风对于韩愈这个如此嚣张的要求，倒是并没有拒绝。楚风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退路，而对韩愈来说，则是一条死路。此刻，若说能否胜过韩愈，楚风也没有100%的把握。可是将韩愈逼的动用半成仙兵，这个底气，楚风还是有的。我韩愈向来说话算话，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我韩愈和你楚风交手，若是使用半成仙兵来提升战力，那这一战就是我说。韩愈说道。好。楚风说话间，意念一动，远古战剑落于自己身上，金光璀璨，威风凛凛，如守护神一般，将楚风护在当中。而远古战斧则化作一位杀神，携带那无可匹敌之势，向韩愈攻了过去。然而眼见着楚风攻来，韩愈则是冷笑一声，随后双掌摆动，连续数种手段竟然同时发动。那多种手段皆是武技，从1段武技到9段武技，然后竞技武技连续施展而出。他这是要试探楚风这远古战斧的威力。数道武技不断与远古战斧相互碰撞，涟漪滚滚，威压阵阵，但却也很快变见了分晓。楚风他的远古战斧在韩愈施展递进武技的时候便挡了下来，而当韩愈施展祖进武技的时候，楚风的远古战斧竟然被击退。韩愈好厉害！此刻人们目光大变，正所谓根据天赋不同，所施展的武技威力也是不同。而韩愈今日则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证实了这一点，他只用了祖进武技，竟然就击退了楚风这逆天秘技。楚风，轮到我出手了！眼见着自己的祖进武技就成功的逼退了楚风的远古战斧，韩愈便连续施展10道祖进武技，10道祖进武技不断轰出，楚风的远古战斧也是节节败退。楚风与韩愈差距竟然这么大，难道说如楚风这样的天才也无法与韩愈抗衡？这便是妖孽榜上占得一席之位者的实力。眼见着楚风和韩愈交手，竟然这么快便落入下风，许多人都感到意外。本来他们觉得二者旗鼓相当，但现在来看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毕竟楚风可是从一开始就拿出了半成仙兵的，可是韩愈并未使用。但是这种情况下，楚风竟然被韩愈压的没有还手之力，这差距已是显而易见，并且在他们来看，绝对不是楚风故意留手了，而是韩愈的实力的确太强。可恶！此刻楚风也是眉头紧皱，脸上布满了艰难之色，就仿佛已经难以支撑一般。到的最后，楚风的远古战斧也是不得不由攻转守，让远古战斧退到自己身旁，和远古战剑一起将自己守护起来。而当远古战斧和远古战剑合二为一之后，这战局终于发生了一点转机。至少此刻韩愈的祖进武技已是无法将楚风击退，当楚风专注的选择防守之际，反而不再像先前那般狼狈。不过韩愈却并未就此罢手，他似乎心意已决，要以极快的速度了结这场交锋。所以他掌心合并，身上竟然散发出白色气焰，那白色气焰隐隐变化，竟然化作白色的利剑，横在了他的头顶之上。这把利剑3000米，遮天蔽日，巨大无比。韩愈在这巨剑之下简直渺小如同蚂蚁，但这白色巨剑最恐怖的绝非是这磅礴的身躯，而是他所散发的气息。这乃是仙法，是仙法，悬空巨剑，这可是韩愈的拿手仙法。当日在天骄五斗会上，韩愈凭借这一仙法击败了无数天才。看到这把巨剑，许多人都开始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毕竟仙法可远非祖进武技可比。一声巨响，白光划过，下一刻那白色的巨剑已是轰在了远古战剑的剑体之上，刹那间轰鸣阵阵，如同万雷齐鸣，而白色的涟漪更是四下翻腾，吓得在场的小辈都是赶忙躲到那些小辈的身后，因为那涟漪太过恐怖，若是他们被那涟漪击中，多半是要直接被轰成粉碎的。
而当那涟漪消退之际，人们对楚风的担忧反而是减缓了不少，因为仙法在短时间内只能施展一次，要么击溃对手，要么就此消散。可是，在韩愈仙法的攻击之后，楚风的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却是毫发未损的样子，但是人们却并没有因此就觉得楚风有胜过韩愈的机会。尽管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并未受损，可是楚风的嘴角却有着一道鲜血正在滑落，这说明楚风此刻的负担极大，他怕是撑不了多久了。但是在大部分小辈都觉得楚风要败之际，楚灵犀的嘴角却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而夏雨儿的美眸之中更是涌现出了愤怒。他与楚风交过手，非常清楚楚风根本就没有这么不堪一击，所以他看着那似要支撑不下去的楚风，不由得眉头微微皱起，在心中暗道：这个阴险的家伙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然而就在此刻，那韩愈的双掌却是再度合并。当其掌心合并没有多久，韩愈的身上又有一重白色气焰涌现而出，那白色气焰越来越多，如同狂暴的火焰一般，在韩愈的身上燃烧着。猛然间，那白色气焰竟然冲天而起，化作了一条栩栩如生的巨龙，盘旋在了韩愈的头顶。这巨龙的身躯比先前的那把巨剑还要庞大，而它的气息也是比先前那把巨剑还要厉害。这同样也是仙法，并且这个仙法的威力显然高出韩愈先前所施展的那把巨剑。阵阵威压不断的自那巨龙的身躯横扫开来，卷向四面八方。而当那威压卷向楚风的远古战剑之际，楚风的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竟然微微的颤动了起来，就如同惧怕了一般。看到这一幕，圣丹山庄以及仙冰山庄的许多人都是感觉不妙，这仙法还未真的向楚风攻击，楚风的远古战剑和远古战斧就已是这般，若是这仙法真的轰杀了过去，那楚风的下场怕是要相当的悲惨。韩愈，切磋而已，点到为止即可。楚风小友他已然负伤，你竟还施展此等手段，是要杀人不成？圣丹山庄的马长春忍不住大声呵斥起来，他是觉得楚风挡不下这道攻击，所以想要强行结束这场对决，以免楚风遭遇不测，胜负未定。我为何不能施展此等手段？韩愈冷然一笑，随后看向楚风，你若认输，我倒是可以停手，不过你必须跪在向宇文廷义和宇文化龙的面前，向他们磕头认错才行。听得此话，圣丹山庄以及仙冰山庄的人脸色都很不好看。韩愈此举，这简直就是太难为人了，换作是一个正常的人，也都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做出这种事，就别说像楚风这般倔强之人了。韩愈，你不要太过分，一场切磋而已，你凭什么要求楚风大哥向你他们下跪？李想说道，我与楚风的事岂容得着你们多嘴？韩愈将那凶神恶煞的目光投向了李想，尽管李想如今的胆子已经大了不少，可是看到韩愈那杀气腾腾的目光后，他还是心头一颤，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楚风小友，你若不想继续与这韩愈交手，只要说一声就好，无需认输，更是无需认错，有我马长春在这里，他韩愈休想伤你。马长春对说道。听得此话，韩愈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冲着马长春大声喝道，我与楚风的事情用得着你们管吗？今日这事，我圣丹山庄还真就非管不可了，你韩愈又能如何？圣丹山庄的马长春说话间便向前走了一步，大有一副就要为楚风撑腰的架势。见此架势，韩愈也是面露怒容，可他与马长春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对方来硬的他还真就没有办法。但韩愈绝对不是善辈，他自己无法对付马长春，便看向在场的老一辈高手们说道，这圣丹山庄这样欺负我这样一个小辈，在座的前辈们便没有人管吗？韩愈此话一出，倒也是引得在场的许多人交头接耳，低声议论，似是在盘算什么，可最终却也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为韩愈说话。眼前的形势人们都看得明白，韩愈不容小觑，但楚风也不是好惹的主。尽管楚风自己亲口说他是来自凡界的人，可是凡界的人怎能够修炼神罚玄功，掌握逆天秘技？很多人都觉得楚风在撒谎，他撒谎只是不想暴露自己身后的势力而已。由此可以断定，楚风背后的势力绝对是非常恐怖的存在，所以除非是和楚风有着深仇大恨，否则没有人愿意趟这趟浑水，自然也就没人愿意替韩愈说话。楚风小友，咱们走。圣丹山庄的马长春对楚风说道，他是觉得楚风继续下去凶多吉少，所以想就此结束楚风和韩愈的切磋。尽管这样的结果，那楚风就是败局已定，可是至少楚风没有负太大的伤，总归还是划算的。前辈，您的好意楚风心领了，不过我与这韩愈还没有分出胜负，怎可就这么走掉？楚风说道。楚风此话一出，人们则是目露惊讶之色。那韩愈此刻所施展的仙法如此厉害，楚风已经露出了难以支撑的架势，可是他怎么还说这种话？莫非楚风还想要继续不成？楚风小友，你不要勉强自己，只是切磋而已，可没必要因此搭上性命。圣丹山庄的马长春说道。可我若就这样放弃，岂不是就辜负了族长前辈的帮助？说这话的时候，楚风看向了远古蛇族长。楚风大哥，这不是情面的问题，而是这韩愈明显是要借着切磋之名置你于死地啊！李想对楚风劝道，我知道此刻我楚风已是处于劣势，可是既然我答应了与其交手，就必须分出个胜负才行，就算是我楚风战死也在所不惜。楚风说道。楚风，这么说来，你是要誓死与我一战，哪怕一死也不允许旁人出手是吗？韩愈问道。没错，楚风说道。好。楚风忍不住大声叫好，随后看向马长春说道，听到了吗？这是我与楚风两个人的事，你们可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听得此话，马长春等人的脸色则是很不好看。韩愈，别废话了，让我楚风领教一下你这仙法的厉害吧。楚风说道。好，满足你。
韩愈说话间，双掌便向楚风轰了过去。下一刻，那道仙法巨龙便发出一声龙吼，携带着磅礴的杀意，向楚风轰杀而去。见状，楚风则是双掌叠加，打出一道奇特的法诀。当那法诀出现之际，那将楚风护在当中的远古战舰以及远古战斧，竟然也是惊芒大盛。然而，哪怕如此，却也没有人看好楚风，因为随着那仙法巨龙距离楚风越来越近，人们也是能够清晰的看见楚风身上的远古战舰以及远古战斧颤抖的则是越来越严重。终于，那仙法巨龙落在了远古战舰之上，一时之间，凶猛的涟漪也是如同喷发的火山，在顷刻之间爆发开来，狂暴的力量卷向四面八方。此刻，在场的小辈都被那涟漪吓得躲在老一辈的身后，偷偷观望，但却什么都看不到。唯有老一辈的强者却能够清晰的看见，在那巨龙的冲击之下，楚风的远古战舰正在剧烈的颤动，就仿佛随时会粉碎一般，甚至道肉眼可见的裂痕开始出现在了远古战舰以及远古战斧的之上。见此情形，莫说是马长春，几乎仙兵山庄以及圣丹山庄的所有长老都已是做好了准备，只要楚风出现不妙，便立刻出手解围。哪怕楚风已经明确说了不想他们插手，但是他们依旧不会见死不救，他们绝对不允许楚风死在韩愈的手中。不过所幸那仙法巨龙的力量再强，却也终究有限，很快便停了下来。当仙法巨龙消散之际，远古战舰以及远古战斧已是满是裂痕，不过总归还是坚持了下来，所以马长春等人也都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楚风则是大嘴一张，连续数口鲜血自口中喷洒而出。这楚风停止吐血之际，楚风的脸色已然苍白如纸，气息虚弱至极，就连站都有些站不稳了。楚风大哥他这是何苦呢？看着这样的楚风，李想等人一脸的心疼。至于在场的其他人，有佩服楚风的，也有暗暗取笑楚风的。佩服楚风的人是佩服楚风这股坚决不服输的劲头，而那些取笑楚风的，则是觉得楚风根本无法与韩愈抗衡，只能靠那两种逆天秘技死撑。可就算暂且还能撑住，却也只能被动的挨打，却无法进行反击。这种情况还继续坚持，简直就是愚蠢透顶。因此他们才会取笑楚风。可就在这时，那韩愈竟然也是一口鲜血喷出，随后直接半跪在了地上，定目观望。在场之人皆是神色一动，他们惊愕地发现，此刻韩愈的脸色竟然没有比楚风好处多少。直到此刻，人们才忽然意识到，仙法的反噬非同小可。韩愈连续施展2次仙法，对他来说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就在这时，一道金光忽然拔空而起。看到那金光，在场之人无一不是大惊，那金光竟然是楚风的远古战舰。那远古战舰已经离开楚风，携带着强大的力量向韩愈攻了过去。该死！眼见不妙，韩愈也是赶忙施展出禁忌武技，向楚风的远古战舰轰杀而去，想要挡下楚风的攻势。只不过他连续施展多种禁忌武技，哪怕是祖禁武技也使用了，可是他却根本挡不下楚风的远古战舰。眼下那远古战舰简直所向披靡，韩愈所施展的所有禁忌武技，只要与那远古战舰相互碰撞，便会被立刻轰得粉碎，最多也就是减缓一下那远古战舰前行的速度，却根本就挡不下来。而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远古战舰也是很快的便来到了韩愈的近前。猛然间，一声巨响传来，那远古战舰竟然被挡了下来。的确被挡了下来。韩愈此刻又施展出了一种祖禁武技，这祖禁武技乃是一个巨大的盾牌，正是这盾牌将楚风的远古战舰给挡了下来。可是韩愈明明已经挡下了楚风的远古战舰，但此刻人们看向韩愈的目光却非常的复杂，那目光中充满了怀疑，就如同他们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一般。尤其是宇文成的人，此刻更是一脸的抓狂与不甘，因为此刻韩愈的手中已经亮出了一把长剑，那乃是半成仙兵。原来韩愈能够挡下那远古战舰，并非只是依靠那盾牌一样的禁忌武技，同样还因为他使用了半成仙兵，提升了自己的战力。可是之前他自己曾说过，若是楚风能逼得他使用半成仙兵，那么这一战就是他韩愈败了，所以人们才会如此震惊。因为此刻韩愈已经败了。锵啷啷，一阵刺耳的声鸣响起，是韩愈手中的半成仙兵脱落而下。韩愈此刻面如死灰，显然他也意识到他使用了半成仙兵，所以他已经败了。韩愈，你败了。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则是随之响起。听到这个声音，韩愈的内心更是非常的不甘。可是哪怕再不甘，他也是抬起头看向了楚风。楚风，你……可是韩愈这一看，他便神色大变。他惊愕地发现，此刻的楚风不仅面色红润，气息也是浑厚得很，哪里还像是先前那般虚弱。不仅楚风恢复如初，就连楚风的远古战斧和远古战剑那剑体上的裂痕也是全部消失，这2个逆天秘技都是完好无损。楚风，你竟然骗我！猛然间，韩愈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原来他是被骗了。楚风先前吐血是假的，那虚弱的样子是假的，甚至就连逆天秘技颤抖的样子也都是假的。哪怕楚风第一次使用那远古战斧向韩愈发动进攻的时候，也都是假的。楚风他就是有意要让韩愈觉得楚风根本无法与其匹敌，只能被自己打，却根本都无法伤到自己，从而放松警惕，然后再在韩愈警惕性最低的时候对韩愈发动攻击。先前的一幕太过危险了，韩愈使用仙法来不及，可是单纯的禁忌武技又挡不住楚风的远古战剑。千钧一发之际，他下意识的便使用了半成仙兵，可是他却忘记了，只要动用了半成仙兵，就是他输了。这楚风竟然一切都是装的，原来他并非是不能与韩愈抗衡，
韩愈都猜出了真相，在场的其他人自然也都猜出了真相。一时之间，真相大白。无论是老一辈人物，还是小一辈的强者的内心，都是充满了震惊，因为楚风装的实在太像，哪怕是他们，也都没有看出一丝破绽，甚至真的觉得楚风是斗不过韩愈的。楚风，你这卑鄙小人，你胜之不武！猛然间，韩愈又发出一声咆哮，他的脸上充满了不敢，甚至眼中散发着浓浓的鄙视。显然，他输得很不甘心。可是面对这样的韩愈，楚风却是淡淡一笑道：“韩愈，兵不厌诈这句话，你可听过？我楚风只是故意装弱，又没对你下毒，何来卑鄙之说？再者说了，动用半成仙兵算你输，这是你自己说的，可不是我楚风逼着你说的。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楚风此话一出，在场的许多人都是暗暗点头，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楚风这种手段卑鄙，相反，他们都觉得楚风很是高明，尤其是那些小辈，甚至对楚风很是佩服，因为扪心自问，若是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种战略，当然也根本就不具备施展这种战略的本事。毕竟哪怕是演戏，可是演得逼真也不那么容易，更何况楚风他不仅骗过了韩愈，还骗过了在场的这么多人。卑鄙小人，我韩愈不服！韩愈说话间，竟然猛然一掌轰出，可能是因为韩愈心中愤怒与不甘的缘故，这一掌虽然同样是禁忌武技，可威力却比先前要大得多，竟硬生生的将楚风的远古战舰给轰退开来。韩愈，你自己轻敌，怪不得别人，这一战的确是你败了。就在此刻，圣丹山庄的马长春开口说道，并且他说话之间，一股威压也是自其体内释放而出，无形间便封锁住了韩愈和楚风之间的距离。马长春要做的很简单，就是不允许韩愈再做伤害楚风的事。韩愈，先前的话是你自己说的，莫非你是不想抵赖不成？而在马长春之后，圣丹山庄以及仙兵山庄内的许多人都是纷纷开口，阵阵讽刺之音不断传出。韩愈，的确是你输了，甚至就连远古蛇族的族长也是轻描淡写的开口了。虽然他的话说的最轻，可是显而易见，他这话的分量却是最重，毕竟身份地位和实力不同，所说出话语的分量就是不同。面对众人那斥责的话语，韩愈也是倍感压力，他很清楚，若是不认输，怕是不行。好，先前就算是我韩愈败了，楚风，你可敢继续与我一战？韩愈大声说道。就算是什么意思？那明明就是你败了。楚风笑着说道。少废话，我就问你，可否敢继续与我一战？韩愈被楚风气坏了，他若真的是败给了楚风也就罢了，可居然因为自己先前说的一句大话而败了，那他着实感觉窝囊。但是眼下，马长春动用威压封锁住了他，他根本没办法继续对楚风出手，就算出手，也伤不到楚风，都会被马长春的威压挡下来。除非楚风同意继续交手，否则他今日这个窝囊气还真的就要硬生生的咽下去了。为什么要继续与你一战？明明你已经输了。李想等人讽刺的说道。虽然不是真的将韩愈打趴在地上，但好歹是赢了，这传出去对楚风来说是好事，对韩愈来说则是坏事。楚风今日可以说是赚大了，但是若继续交手，那就胜负未定。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一战已经结束了，楚风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和韩愈交手，就这样结束战斗最好。好，我就继续与你交手，打到你不能动弹为止。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突然开口，在所有人都觉得他不会应战的情况下，楚风他竟然应了。楚风大哥，你这……听得此话，李想三人顿时目瞪口呆，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和不理解的神色。其实不只是他们三个，在场的许多人都表示不理解，楚风竟然还敢继续和李想交手，可这是为什么啊？这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莫非楚风真的有着胜过韩愈的把握？想到这里，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其韩愈和楚风。当人们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楚风和韩愈的样子后，他们便发现，至少眼下的二人的确是楚风的状态更好一些。可是人们却也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楚风他似乎是没有掌握仙法的。但是据他们所知，韩愈所掌握的仙法绝对不止刚刚所施展的那些。楚风如果只凭借那逆天秘技死扛，能够扛到什么时候？还是说楚风他实际上掌握着仙法，还没有使用？想到这里，人们反而越发的期待起来。他们期待的其实是楚风，因为他们很清楚，韩愈继续出手肯定还是施展仙法，但是楚风他要怎么做？马长春，既然楚风小友都答应继续一战了，你又何必阻拦？在期待之下，有人开口说话，那不是宇文城的人，是单纯想继续看热闹的人。楚风小友，你可想好了？马长春仍有些担忧，所以才对楚风问道：“前辈多谢您，可是我想让这韩愈输得心服口服。”楚风抱拳说道：“好。”马长春见楚风自信满满，便收回了自己的威压。然而，当马长春刚刚收回威压那一刻，韩愈的身上便散发出青色的气焰，那乃是仙法。这韩愈竟然趁着和楚风对话的时候，暗中酝酿了仙法。而当马长春收回威压的一刻，便立刻向楚风发动了攻击。这韩愈之卑鄙，着实令人气愤。可是转念一想，又也能够理解，先前楚风对韩愈玩了一招兵不厌诈，而韩愈此举却也是规则之内，显然他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用兵不厌诈的手段来击败楚风。下一刻，漫天的剑光闪烁，如流星一般向楚风飞掠而去。原来的仙法那是青色的剑刃，这青色的剑刃长达100米，可是却有上百把之多。这上百道长达100米的青色剑刃横空而过，那气势可是比先前的仙法都要凶猛得多。这是韩愈的王牌手段，仙法青芒剑阵。看到那上百道青色的剑光，在场的许多人都是眼前一亮，因为这的确是韩愈的最强手段。上一次的天骄武斗会，韩愈就是凭借这个仙法青芒剑阵击败了对手，从而夺得了妖孽榜第10名的位置。虽然
都是一段仙法，可是这青芒剑阵的威力绝非其他的一段仙法可比。楚风尽管不知道这青芒剑阵的来历，可却也能感受到这仙法的厉害，所以几乎在韩愈仙法发动之前，楚风就开始催动远古战剑向回飞来，守护自己。所幸远古战剑还是在那仙法攻来之前落到了楚风身上，不过紧接着那仙法便已经轰然而至，足足上百道青色剑刃不断的轰在楚风的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之上，每一道落下都会溅起汹涌的涟漪，同时对楚风的远古战剑发出极强的攻势。只是眨眼之间，楚风的远古战斧便被轰碎开来，哪怕是远古战剑也是裂痕满满，而楚风的脸上更是布满了痛苦之色。这一刻，在场的不少老一辈的人物都对楚风投去了担心的目光，因为看楚风的眼前的样子，真的不像是装的，他是真的支撑不住了。不过所幸那青色剑刃数量再多，也终究只是百道。当最后一道青色剑刃落下之际，这仙法也便就此施展完毕。而就在此刻，楚风和韩愈却是同时半跪在了地上，他们二人皆是大口的鲜血自口中喷出，脸色更是难看的如同死人一般，非常的虚弱。虽说真仙高手的肉身不死不灭，可是灵魂受损，身体仍会产生反应，而这种反应往往是修武者无法自控的，吐血便是灵魂受损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也是为何当几口吐出后，楚风和韩愈会这般虚弱的原因，甚至全都半跪在了地上。不过哪怕已经非常的虚弱，可是楚风和韩愈却都是立刻站起身来，将那凌厉的目光投向了对方，二人皆是不服。就在此刻，一阵掌声忽然响起，那是一位老一辈的强者，他看着楚风和韩愈，一边拍手一边说道：“两位小友，不愧是当今大千上界上实力最为出众的天才，虽然今日一战最终以平局收手，可是这一战却是相当精彩。”待为此话一出，顿时不少人纷纷点头，也是开口附和。在他们看来，楚风和韩愈都已经到了极限，这一战的确可以算得上是平手。平手？谁告诉你们我们是平手的？可是就在此刻，韩愈却是冷笑一声，随后他看向楚风，说道：“楚风，认输吧，现在认输，我给你留一条生路，让我认输，你凭什么？”尽管楚风眼下很是虚弱，看上去根本没有继续战斗下去的力气，可是对于韩愈的话，楚风他却并不惧怕，因为韩愈与楚风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二人几乎都已经到了极限。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韩愈说话间，手掌一翻，竟然取出数颗丹药服入口中。眼见着韩愈服下了丹药，楚风也是赶忙取出丹药服入口中，因为韩愈所服用的丹药乃是疗伤的药。韩愈服下那些药，说明他是真的打算继续和楚风交手，楚风自然也就必须做好应对的准备才行。这便是天才的交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还要继续，这哪里是切磋，简直就是拼命啊！眼见着楚风和韩愈真的准备继续交锋，在场的小辈们都流露出了佩服的目光。他们可以看得出来，楚风和韩愈都已经到了极限，若是继续下去，就算不出现生命危险，也很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创伤。修武者再怎么样也依旧是人，就算肉身不灭，可是灵魂也会灭。若是灵魂受损到了某种极限，那很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会影响修武的前途。所以楚风和韩愈都足够拼，也足够有毅力，这是在场的大部分小辈都所不具备的。药力发挥之际，楚风和韩愈也都是纷纷盘坐在地上，布置疗伤阵法，凭借疗伤阵法为自己疗伤。二人在此刻暂停了交锋，给彼此缓和的时间，但是没人知道这缓和的时间是多久，总有一方会率先出手打破这样的和平，而那个时候便是二人分出胜负的时候。猛然间，韩愈站起身来，他的伤势还未痊愈，但是掌心却再度合并，咬牙切齿之间，就连面容都变得扭曲。而在这种情况下，一重又一重金色的气焰开始自韩愈的身体散发开来，他这是在酝酿某种手段。韩愈他还要使用仙法，这种情况下继续使用仙法，他承受得住吗？此刻莫说小一辈的人物，就连老一辈的人物都露出了担忧的目光。韩愈的身体在先前几乎已经到了极限，尽管服用丹药，又利用疗伤阵法让自己的状态有所缓和，可是现在的他仍然是负伤状态，继续使用仙法是非常危险的。而就在韩愈酝酿仙法之际，楚风并未起身，而是继续盘坐在地上。不过楚风也是停止了疗伤，而是双手交加，打出一道法诀，在道道武力涌动之下，远古战剑上面的裂痕也是开始修复。而当远古战剑愈合之后，楚风的脸色则是越发苍白，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很快的，远古战斧也是浮现而出，和远古战剑一起再度将楚风守在了当中。看来楚风真的没有掌握仙法，他还是要凭借着逆天的秘籍继续和韩愈抗衡。此刻人们意识到，楚风所要依仗的依旧是逆天秘籍。不过别看楚风一直都在使用逆天秘籍，可是倒也没有人轻看楚风，毕竟楚风凭借这两个逆天秘籍已经挡下了韩愈3道仙法，硬生生的将韩愈逼到了这种地步，这足以证明楚风这逆天秘籍的威力以及楚风的实力。而就在楚风的远古战斧再度凝聚之际，韩愈的周身竟然发出阵阵轰鸣，莫说大地，就连虚空都在剧烈的颤动，就像某种能量将要爆发了一般。而在这种变化之下，韩愈身上所散发的金光也开始产生了变化，那金芒竟然化作了一尊佛像，这佛像高达3000米，直入云端，如同一座大山一般，将韩愈守在了当中。而最重要的是，这金灿灿的佛像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比韩愈先前所施展的3种仙法所加到一起还要恐怖得多。这是2段仙法。猛然间，有一位老一辈的人物发出了一声惊呼，而他此话一出，顿时在人群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2段仙法的威力不仅在1段仙法之上，
而二段仙法的修炼难度更是远非一段仙法可比，能够在6品真仙境修炼到二段仙法已经非常撩的。韩愈竟然还能在这种状态下施展二段仙法，怎能让人不惊？楚风要败了，就算他能够连续挡得下3道仙法，但是也挡不下这一道仙法。此刻所有人都觉得楚风要败了，因为二段仙法的威力的确不是一段仙法可以比拟的。诸位前辈，帮我一个忙！楚风感受到了韩愈那仙法的威力，猛然之间大喊一声：“楚风小友，有话请讲！”楚风此话一出，马长春以及仙冰山庄的那些长老立刻发出回应：“韩愈这一击由我自己来接下，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是我死，也请诸位前辈不要出手。”楚风大声说道。楚风此话一出，马长春等人神色大变，骇然一惊，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本来以为楚风唤他们是想让他们帮忙阻止韩愈，没曾想楚风竟然是不让他们插手。诸位前辈，拜托了！楚风再度说道。好，楚风小友，那你可要多加小心。韩愈的这道仙法可是二段仙法，威力远非先前的可比啊！尽管很不情愿，但是马长春等人还是点了点头，毕竟他们还是要尊重楚风自己的意愿。而这一刻，不管是看好楚风的，还是不看好楚风的，都是对楚风投去了佩服的目光。其他的不论，只说楚风这股倔强的劲，就足以得到他们的认可。楚风，受死！而就在这时，韩愈大喝一声，随后那道佛像仙法竟然猛然变化，化作一只巨大的手掌，如同通天的山峰一般，向楚风拍了过去。当这仙法发动之际，这周遭的天地都在剧烈的颤动，就仿佛这一掌下去将要毁灭一切。而楚风则是咬紧牙关，眼睁睁地看着那张金灿灿的巨手向自己拍来。终于，那道仙法来到了楚风的身旁。当那金光四溢之际，马长春以及在场许多人的目光都在那一刻凝固了，因为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道仙法的轰击之下，楚风的远古战剑以及远古战斧在顷刻之间便被轰得粉碎。最重要的是，就连楚风的肉身也是直接被摧毁开来。这一掌落下，当真是将楚风轰得魂飞魄散，片甲不留。